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。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榴莲酥饼啊，正好现在也是吃榴莲的季节。本来是想做榴莲披萨的，但是榴莲比较贵，万一做失败了，这损失就比较大，所以就瞎研究了一种中西结合的做法，大大降低了这个制作难度。但是做出来的饼又软又香，咬一口啪啪的掉渣，口感特别的好。首先是准备少许的榴莲果肉，大概2块完整的果肉就够了，只需要用工具碾压成果泥，放在一旁备用就行了。接着来和面，准备300克的中筋面粉，就是家里做包子馒头最常用的面粉，加入3克的酵母粉，简单的搅拌一下之后加入水，水的分量是210克，就是面粉重量的70%左右。一般做饼类用水量都比较大，这样做出来的饼才会暄软。接下来和面特别的简单啊，只需要先搅拌成絮状，然后简单的揉成一个面团就行了。和好的面团哪怕夹杂少许的干面粉都没有关系，如果把面团揉得比较光滑，那烤出来的饼表面也会比较光滑，就不像视频里这样一捏就啪啪的掉渣了。简单的把面团和好之后，就盖上盖子或包起来，放在一旁醒发。趁着醒发的时间来准备少许的油酥，大概是100克的油，加热到微微冒烟，然后立马趁热倒入到100克的面粉中，搅拌均匀。我们做的这个饼肯定要先保住榴莲的味道，所以用到的油尽量用味道比较淡的，比如说玉米油。油酥快速的搅拌均匀之后，就放在一旁放凉备用。面团醒发到体积翻倍，我们来开始制作。现在天气比较热啊，醒发的也会很快。取出来不需要再揉面了，直接把面摊开。面团的含水量比较大，我们在手上和案板上抹上少许的油再操作。做这个饼还是比较简单的，但是唯一的难度也是在这一步。首先是面团特别软，我们不能过度的去拿捏，不然做出来的饼就不暄软了。其次是后面加入油酥之后做的要稍微快一点，这样烤出来才暄软出层。把面团摊开之后，就把刚才准备的油酥倒在上面抹平。准备的油酥是全都用上了，如果我们在实际操作当中感觉太多了，放70%也没问题。加入油酥抹平之后，就把面皮卷起来，然后分成8个面剂子。我们在家里来制作不能做得太大，因为这一类的饼对烤箱的温度是有要求的，包括做披萨都是用含水量特别高的面团，所以在烤的时候要急火快烤，温度最好在280度左右，这样才能烤熟，还能锁住水分，做出来的饼才香酥暄软。家用的烤箱一般高端的才能达到280度以上，一般的就是在230到250度。这个温度虽然说稍微有一点低，但是在家里来做，我们做的小一点，烤出来也是很不错的。接下来我们把分好的面剂子两边的断层窝在中间，保证表面光滑。全部处理好之后，把面剂子稍微擀一下，然后加入少许的马苏里拉芝士，就是平时做披萨的那种。接下来加入刚才准备好的榴莲果肉啊，分量就根据自己的口味添加。榴莲本来就比较甜，所以就不需要放糖了。然后包起来放在烤盘里，用手轻轻的按一下，这样我们一个榴莲酥饼就做好了。本来我买的这个榴莲是想让老爷子做榴莲披萨的，但是老爷子说做这个披萨难度会稍微大一点，榴莲比较贵，万一做失败了损失比较大，所以就中西结合了一下做的这个榴莲酥饼，口感味道也是非常的棒啊。至于披萨后面可以分享一种别的口味的。饼全部做好之后就可以放在烤箱里烘烤了。天气比较热可以直接烤，天气比较冷的时候可以放2到3分钟再烤，烤箱需要提前升温。可能很多朋友家里的烤箱最高温度是在230度，那我们就定在上下火都是230度，提前15分钟预热。然后饼放在烤箱的偏上层，烤18到20分钟，看成色取出。如果只有3层的烤箱，感觉烤的时候中途表面上色严重，可以烤一会儿之后移到烤箱的中层继续来烤。那烤好之后，一款又香又软的榴莲酥饼就做好了。
味道就和我们买的榴莲披萨差不多，但是中式的做法让我们吃起来有一种更亲切的感觉。现在正好也是吃榴莲的季节嘛，所以喜欢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。好了，为了方便大家去记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，视频下方的备注栏或留言区有文字版的配料，有问题可以在留言区留言。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，可以帮忙关注点个赞，谢谢大家。那今天的这期美食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也祝大家生活愉快。